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一期 Amazon Prime Day 2025的好物分享。今天呢就是10月6号。那 Prime Day 呢，就是今天凌晨开始。OK， 首先第一个是飞利浦的这个打奶泡机。我知道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那种手持的奶泡机，也很方便，很好用啊。但是这不是 Prime Day， 我们还是得介绍点折扣狠的东西。我真的这个奶泡机好用到我要先介绍它，再介绍咖啡机，因为我每天在家做拿铁真的很上瘾。它是这种电磁加热加上漩涡搅拌的，所以呢它的奶泡细腻的像丝绸一样啊，而且呢它是带温控的，就是它可以自动加热到刚好的温度，奶也不能太烫，太烫就会破坏蛋白质，就没有那个奶香了。然后呢，我又真的不是很喜欢用咖啡机自带那种就是出气儿的那个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不是用手持的，就用这种打奶泡机，感觉比咖啡店的还稳，而且它冷热都能打，这也是非常好的。因为我在家是喝冰拿铁，我老公喝热拿铁，冰箱里面拿出的牛奶直接往里面倒就行了，你摁一下，它自动就是热奶加上打奶泡。如果是长摁3秒的话呢，那就是冷的奶泡，就可以做冰拿铁用，然后连燕麦奶这些也是 OK 的。而且我觉得它的外观就是这种奶白色的颜色很简约，一冲就干净了。如果你每天都喝咖啡的话，真的是很方便，很值得入。OK， 然后我来说，这个咖啡机也是我去年 Prime Day 介绍的，因为每年这个折扣真的是太好用。它是这种意式的半自动式咖啡机，就它不是全自动的，因为我觉得全自动它都 set up 太好了，你就不能精细的去调整了。它是一体式的研磨，然后它有萃取。所以呢，你把咖啡豆加进去之后 ，espresso 做起来很容易，不管你是 one shot、double shot 都很方便。然后我这个颜色是海盐白的，但是亚马逊就是在 Amazon 上每年的 Prime Day 放出来的，它就是只有那种金属银色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这个期间的这个折扣价格真的很值得一入。如果你不喜欢半手动的，你也可以买全自动的，就是更懒人一点，就是一键就可以了啊。OK， 然后是我们家的这个电饭锅，我们家之前也是用酷酷的，真的那个饭巨香，因为我是东北人嘛，我是很喜欢吃大米的。然后我妈经常从国内给我带来那种特别好吃的那种大米，所以对电饭锅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。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能在美国买到的，应该算是最好的电饭锅了吧？我觉得啊，我这次在做这个 Prime 清单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我当时买的时候好贵啊，就它现在的折扣真的是很合算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它是没有中文的，只有英文和韩语。我妈当然韩语很好了，我就不是很行。然后尤其我婆婆在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点困难，我还要告诉她给她贴上这个是干嘛的，可以做粥啊、宝宝的辅食啊、做蔬菜饭啊、锅巴饭啊，甚至是蒸菜呀，实用性还是挺强的，我觉得还是值回的票价了。它的外观真的很好看，就这种奶白加银灰的配色，跟我们家东西的这个风格都很接近。如果你一直很种草一个好的电饭锅，一步到位买到一个真正让你省心的，然后做出的米饭无可挑剔的，那它绝对是可以的啊！除了没有中文以外，就是家里有老人可能有点麻烦。OK， 然后是这个云鲸的智能扫地机器人，这个呢是 Flow， 我去年给大家介绍的，我们家已经用了1-2年了，很好用，就基本上粗活累活都是它干的。然后这个 Flow 呢是今年刚刚上市的集大成者，终于有一台真正懂得生活的扫地机器人了，比我之前用了1年多的 Freo 聪明太多了，而且它的吸力强了很多，就它现在是22000帕的吸力。很多人家可能因为有地毯很厚很密的毛，不给力的话，它就不能吸那个地毯最底下的那些灰尘。因为我们家楼上全部都是地毯，就非常的 annoying， 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不停的吸。配上它的 AI 识别系统，就不管是地毯啊、灰尘啊，如果你有宠物，我们家没有啊。但是比如说我掉的是头发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它可以通过 AA 的智能的系统呢去分配它的吸力，所以它可以把毛发这些东西全部拿下。它最惊艳的是这个 Flow Wash 的扫地系统，就它一边拖一边洗嘛。虽然跟之前的那个差不多，但是之前的那个就是它是这样转圈的，就是这样圈转，这个呢是往直了这么转。因为网上没有任何的使用的分享，所以我就去看他们在 CES 的那个展示的视频。我当时看到真的有一点震惊了，就不管你往地上扔什么东西，我们家5岁的妹妹，就是你不管给她什么饮料，她再怎么答应你说妈妈我一定不会把它撒在地上的，然后她就会把它撒在地上。所以这个一边拖一边洗，这个确实是我们家的大救星。然后它这个 app 也很强，我们家每天就是这2个机器人可以互相配合，就是大活重活累活，现在我就交给新款的来做了，包括地毯多的地方让他在楼上扫，然后普通的比如说普通的厨房啊，或者是餐厅啊，每天去吸的话还是在用 Freo 在吸，表现也是非常好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非常 reliable。我们一般是每天吃完饭之后
在厨房和客厅让扫地机器人来一遍，每周6或者是周日一天固定时间，2个机器人一起干活。当然你不需要有2个，我有2个没有办法啊，只要有1个就行了，楼上楼下的让它干一遍就 OK 了。唯一吐槽的一点就是说，我当时以为有了新的机器人之后，它可以用我们家原来的地图，因为它会自己绘制地图嘛。但是后来发现它还是要再重新做一遍地图，不过新的机器人比我之前的那个做地图好像快了一点了。然后它会把小孩子的玩具啊，然后你的数据线呐，或者是你放的拖鞋给你标记出来，提醒这个避障。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模式，比如说有边扫边拖、先扫再拖，或者是只拖，就是有各种的这个选项。然后它的底座啊也支持这个热水杀菌啊、热风烘干啊、自动清洁和烘干，所以它也不会臭，就基本上你就换水倒水可以了，别的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而且因为他们现在 Prime Day 的这个折扣就是真的很给力，所以呢，我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很种草云鲸的机器人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去入啊。但这2款如果只选1个的话，那我还是觉得新款的更好一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买便宜点的，就之前那款 Frio 完全没有问题，所有的 job 都可以做得很好啊。OK， 然后是智能灯系列，我知道我要做一个智能灯的全系列，但是最近一直都没有做，因为这不是 Prime 打折了吗？我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家的灯啊，这真的不是广告，应该是国内出海的品牌，他们也没有reach out to我也不认识他们，价格也很便宜，很 reliable。就这个东西，你一旦买了一家灯之后，因为它有个 app 嘛，就是你把所有东西连在一起，你肯定是所有东西都买一个品牌的比较好。可能大概3年前我买了一个这个 Govee 的这个 light 之后，就是竖杆这个 light， 现在这个 light 已经坏了。哎呀，刚说了很靠谱了，然后后来我就又买了一个，因为我之前set up 好了之后就都买一家的 Smart Light Bulb， 就那种智能灯泡，智能灯泡可能就是性价比最高的。你只要买了它之后，你可以把你家所有的灯全部替换成为智能灯，多贵的灯，多便宜的灯，你只要把智能灯泡拧上去，它就变成了智能灯了。Prime Day 的时候最值得入的，你就可以体验到这种智能灯给你带来的全部的便捷，就是所有的快乐了。那如果你还有一些 budget 想买一些就是有点氛围灯的话，还有很多 floor lamp， 就这种氛围的落地灯，比如说你睡觉之前可以切换发红一点暖的灯，春夏秋冬嘛，你就随便换着颜色，上上下下照的很好看，可以定时。然后呢，这个 table lamp， 我这是 table lamp 2， 应该是就床头的小夜灯。它的灯光非常柔和不刺眼，你可以把它放到床头或者放到床角，就是5颜6色颜特别的好看，很温柔，什么粉的蓝的梦幻，我们家妹妹就没事按着它玩，就能按很久。然后你自己也可以调颜色的组合，你可以在画板上画，就是你画个心或者画一个什么，它就在上面有那种颜色的组合，很好玩。然后呢是他们家这个就是 strip light， 就是智能灯带，我镜子上的就是这个，镜子上有一圈嘛，圈绕上它之后就变成圆的了嘛，然后它每一段都能够独立控制颜色，你可以把它全设成红色的光，或者是分段的，它里面就是 app 里面你可以调渐变的颜色呀，很有冲击感的颜色，或者是你配我旁边的这盏红色的宜家灯，它们2个顺色啊，一个颜色都是可以的。总之就是你随便玩。然后他们还有智能插座，其实也一样啊，就不要看它不起眼儿，它就是个你用了之后就回不去的东西，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论上连所有东西，加湿器呀，连你的普通的落地灯啊，我们家有个小乌龟，因为这种乌龟上的顶灯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种 UV 的 light， 因为它不是个智能灯泡，所以你可以连智能插座，它就又智能了，就整个这个系统嘛，你就可以控制了。然后他们家还有什么圣诞的灯串啊，就是你就不用买圣诞树了，因为圣诞树很难弄很难收，到圣诞节再把它支起来一打开，也就是圣诞灯，然后弄完之后把它收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它还有那种 projector， 就我们家门前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projector， 就户外的投影灯，万圣节了你就可以打出那种小南瓜，平时的时候你可以打极光啊、星空的图案啊，特别的梦幻，不需要安特别复杂的灯，你只要按这个 projector 照，就可以了。我们家户外灯也是这个嘛，这个好像上期应该是去年介绍过的，一安上之后，邻居就给我发短信，院子上挂的灯是什么，快发给我，我也要弄一个跟你一样。他们家调粉色，我们家也调粉色，或者是快到万圣节了，我们家可能调是黄不黄那种，紫不紫，很 spooky 的颜色，他们家也是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家这个灯本来是3段很长的啊，之前有一次被我们家剪草的那个人可能拿那个大剪刀削掉了一块，就想怎么断了？断了之后还能用，就是断到那个地方还能用啊。总之就是，如果你挂到院子里面的话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砍树的时候、剪草的时候把它给砍了。OK， 然后说一些这个护理类的，飞利浦的这种牙刷，这个牙刷之前我一直用的是 Diamond， 就是钻石系列的。可能用了，我觉得能有快10年，应该大概是从15年开始用的。我会找我的亚马逊的记录，就是它这个牙刷我都服了，它能做到什么？1到2年就坏。真的就是1到2年
就坏。所以我一般都是说这个牙刷买完之后我用了2年，2年坏了之后我就会给他们写信，他就给你再寄一个新的来，然后新的来还能用2年，这个2年坏了之后他就不能给你再寄了，然后你就再买一个。他出了一个新的产品，就是这个，算他们家最高版本吧，总之就是最贵的吧。它的震动频率更高，但是也更温和，它的清洁力呢超强，就是官方说啊，它能够去除多达20倍的牙菌斑。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细节啊，但是我自己真的很习惯用，尤其是如果你戴牙套的话，因为之前我记得也有朋友问说，如果你戴牙套，然后用电动牙刷会不会伤牙套啊？确实是不会，而且呢，这个对牙龈的保护也很好，就不会因为它很给力之后呢，你的牙龈就会震得慌，它只能让你的牙周缝更干净，的牙龈不再红肿，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内置的压力感应环，就如果你太用力的话，它会提醒你啊，保护一下牙齿。它还有一个什么 app 的实时连接，但是我没有连，我就觉得我说我刷一个牙我都要连 app， 我受不了这个东西。它是5种清洁模式和3档强度，我一般呢就是用美白的这个模式和2档的强度。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满意的牙刷，还没有坏，我不知道如果坏了之后我再找他们再给我寄一个新的。但是它的折扣真的还挺给力的，就是原价可能是280，我买的时候应该是280，现在可能是150，就是149。我目前看是149啊。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不经常的在视频中讲亚马逊的这个价格？我之前收到过一次警告，很多做亚马逊分享的人可能也知道，就是你不能在你的视频中写清楚它的售价，因为他们的售价一直在浮动，你的价格和他们卖的价格不一样的话，你就会有麻烦。我之前就收到了亚马逊给我的警告，亚马逊太烦了。OK， 总之我觉得这个折扣非常的合算，也是一个你能够买牙刷直接买就一步到位的一个选择。OK， 然后来说一些头发的，首先是这个热风造型梳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造型梳我用了绝对有10几年了，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这个亚马逊的购买记录。现在是个新版的，因为之前那个我用了快10年，它还没坏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把它扔了。头发就会粘在那个毛上面，然后就会比较恶。然后这个东西虽然没有坏，但是你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它电机太简单了，不像 Dyson 非常容易坏，因为它很复杂。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太简单，它不会坏的。你已经用到实在受不了之后把它扔了。我为什么很喜欢它？虽然我有 Dyson 的 Airwrap， 就是因为 Dyson 的 Airwrap 做完了之后，头发之后它其实是有一种很硬的感觉，就是你头发这个卷儿没有那么的自然，我还要用那种松毛梳去把它打散，然后把它打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散。那这个呢，它因为它这个 barrel 非常大，圆圆的筒，它外面一圈那种鬃毛，它可以把你的头发弄得非常的散，非常有那种蓬松感，而且它弄你的刘海也很自然，头发特别的蓬松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我头发很塌。用它就可以秒变这种空气感的发根，然后你简单喷一喷东西，你不用喷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的，固定的非常的好看。就是即使你有 Dyson 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入一个这个。OK， 然后是莱芬的吹风机，我之前有做过一期专门的莱芬的吹风机测评，包括也和 Dyson 有过对比啊，就真的它可以做到快、清、净。但这个 SE Lite 这一台呢是，我现在已经给我儿子用了，就他每天在楼上，他自己洗完澡之后他自己去吹头发，因为他吹的又快又轻，很适合小孩子。我自己房间用的是 Swift， 就是那个他们家最给力的那一款，就你拿久了之后手真的不酸。那我具体就不介绍了，因为我有一个很完整的视频去介绍他们所有的产品线。现在这个 Prime 的这个折扣很适合入，而且亚马逊上面的颜色也很全。也很快嘛，就是你买了之后你不喜欢你可以退嘛。OK， 然后是 Filter Baby 的这个水龙头过滤器，这个应该也是我之前那期介绍的。洗脸的水对我们所有人的皮肤来讲真的都很重要，包括有的人鼻子过敏，可能也是因为水的问题。用了这个过滤器之后呢，再摸你的脸，就是你哪怕洗完脸之后脸上还没有保湿霜，你也不会觉得干涩，是肉眼可见的好用。包括如果你脸上容易长痘痘、容易过敏的人，更加的明显。那因为这个东西很贵，就它真的是不便宜的，但是它确实是我找到的最好的能够直接拧在水池子上面的。因为我觉得就浴室喷头的那种有很多的平替，20-30块钱能买到一个很好的。洗脸的这个地方真的没有能做到它这样这么方便使用的。然后它中间还有个功能，就是你可以调节过滤，就是你往左拨了之后呢，它就是过滤了。有的时候你不想用过滤的水，因为你水龙头你可能就简单洗个手，或者是你要接点水干嘛，你就把那个过滤关上，它就变成了普通的水，所以它一定程度上能节省你的滤芯儿，大概就是可能90天换一次。任何的水龙头，只要你们家水龙头是圆的，扁的肯定不行，只要你们家水龙头是圆的就能安上它，因为它里面有无数个那种替换芯儿，一定有合适的，实在不合适那就只能退了。然后你每一次换的时候，你只要把这个滤芯拧起来安上去就可以了，很方便。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这个防火的灭火毯啊，就是
关于厨房安全呢，我之后可能会做一个系列，就是家中安全好物，就是灭火器。我们家有很多，厨房我们就有2个干粉灭火器。但是呢，这种东西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就是你要会用，对吧？它有一个阀，还有个安全阀，你要把它安全阀拔了，然后你就对着它喷。我觉得啊，小孩子可能不太会用这个东西，所以为什么灭火毯很实用呢？它直接盖上火源就能直接灭火。它会比灭火器更快，实在是控制不住了的话，它还能够包身体，防止烧伤，是属于你永远都用不上，但是家里一定要有的一个东西。小孩子也能使用，已经教过我儿子如何正确的使用干粉灭火器了。但是呢，我也告诉他了，就是你关键时刻你可以先用这个毯子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扔上去，展开之后直接覆盖火源中心，哪儿着了灭哪儿。好吧，确实是希望你们都用不上啊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东西也不便宜，也挺贵的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正好在 Prime Day 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买一买这种灭火器啊、灭火毯啊。然后呢，我会有一个亚马逊的一个直达的 list， 我会把今天以上说的所有东西都放到里面，包括还有一些我没有讲到的，或者是有一些特别好的折扣的话，我也会把它放到这个 list 里面。那如果你懒得一个一个找我以上说的所有的产品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进这个 list。OK 啦，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，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